大家好，欢迎来到面具人的频道，我是 Sandra。2022年4月的时候，中非共和国呢，就是成为了继萨尔瓦多之后第2个正式采用比特币作为法定货币的国家。当时，中非共和国就是通过了该国使用加密货币的监管框架。1个月后，总统图瓦德拉就是宣布，计划要于5月启动第1个主要的加密计划 Sango。那当时就是我有发一支影片介绍，是关于中非共和国即将成为非洲首个采用比特币为法定货币的介绍。那有兴趣的朋友们就是可以点选右上角的资讯卡进行观看，或者是我会将链接就是放到下方的资讯栏中。这几天就是根据外媒的消息指出，中非共和国即将要推出名为 Sango Coin 的国家加密货币。那这个代币呢，就会和比特币一样，在中非共和国被视为是公认的加密货币存在。官方就是甚至也释出了官网以及倒数的时间，有兴趣的朋友们可以点选连结进去观看。里面就是也有一支影片，是总统图瓦德拉在谈论对于这个项目的愿景和发展，如何利用这个国家的货币与中非共和国的基础设施和计划中的元宇宙项目。同样就是我会统整这些所有的连结，有兴趣的朋友们都可以点选下方的资讯栏。根据图瓦德拉总统的说法，Sango币呢就是将成为中非共和国下一代的货币，并且将会充当通往中非共和国自然资源的门户。Sango 就是设想利用比特币和区块链技术来推动中非共和国经济的多元化，并且提高他们国家公民的金融包容性。国家的公民们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就是轻松的获得加密货币。图瓦德拉总统也计划将他们国家的矿产资源代币化，其中这些资源呢，就包括像是石油啊、钻石和铜。透过代币化的方式，允许投资者购买矿场中的不可替代代币 NFT， 再透过 NFT 的销售，为这些从地下开采的项目资源提供资金。他们的理想愿景就是凭借 Sango 的零企业和所得税税率，以及比特币的低交易成本，吸引中非共和国的低收入阶层公民。那透过这项政策呢，能够完全的过渡到使用比特币，并且就是吸引企业和全球加密人才爱好者，提高当地比特币的采用率，并且监督加密货币监管框架和基础设施。打造一个就是可以刺激商业和持续增长的通用加密货币和综合资本市场。图瓦德拉总统也在 Twitter 上补充表示，这个愿景呢是完美的，我们没有时间等待。对于我们来说，正规的经济不再是一种选择。其实，中非共和国和其他发展中的地区国家的区块链使用是呈现爆炸式增长的趋势。虽然说将自然资源代币化会使发展中的经济体能向更多的潜在投资者开放，但是因为这些交易都是以比特币作为基础，所以中非共和国可能会看到来自中国和美国这2个最大的比特币开采国的投资在短期内增加，而且因为使用高度波动的比特币作为中心化的加密货币，价格的波动容易就是进一步的造成国家经济的不稳定性。那就是综合了以上种种原因，这也使得中非共和国更想要推动一个属于他们国家的代币，这也催生了就是 Sango Coin 的诞生。虽然就是最近加密货币的价值在不断的下跌中，但是中非共和国对于加密货币的热情似乎没有减弱。他们甚至就是计划使用 Sango Coin 来创建由私人投资驱动的数字经济。这个数字经济中心呢，还包括就是在非洲的乌班吉河上打造一个加密小岛。图瓦德拉政府呢还表示，他希望就是采用区块链的技术来改变国家的数字架构，并且计划使用区块链将他们的土地登记系统数字化。那利多说了这么多，尽管中非共和国总统是非常看好 Sango 的发展，但其实世界银行在5月的时候呢，就已经表示他们不赞成中非共和国采用比特币作为合法的交易模式。世界银行甚至还表明，
由于透明度的问题，还有对金融包容性的潜在影响，它不会向中非共和国新宣布的加密中心 Sengo 提供任何的支持。那对于 Sengo Coin 的这项计划的发展呢，究竟会如何？我们可以继续关注。那对于我来讲，一个具有包容性的金融专有名词，我们又称为普惠金融。它的精神与意义呢，是在于普罗大众们都拥有平等的机会，可以获得负责任、可持续性的金融服务。核心的愿景呢，是希望未来能够让社会大众平等的享用金融服务，尤其是被传统金融忽视的农村、偏乡或者是微小的企业。在全球经济不断发展之下，随之我们面临到的贫富差距以及财富的分配不均问题，却是呈现越来越严重的趋势。现在的世界呢，是由20% 的富人创造80% 的财富，而传统的金融机构也普遍就是倾向为这些富人提供更有利的金融服务。那在这样的社会下生存的我们，也只会就是越来越辛苦。我认为真正的金融服务应该是要为所有人服务，而不只是服务那些有钱人。那这也是图瓦德拉总统所提到的，希望透过 Sengo 的计划，提高他们国家公民的金融包容性，实施普惠金融最大的愿景以及目标。那今天的分享呢，就告一个段落。喜欢的朋友们可以订阅面卷的频道，这样才不会错过每天最新的分享。那么我们下期再见，拜拜。